哦吼，陈师傅开挖机，只开那挖机，一条这么大的挡土墙，我竟然又包亏了。你们说我到底是怎么亏的？今天这个东家他想在这里建个房子，但是这一块土地的面积不是很大，就拿前面的这栋房子做参考，房子的前面一个停车的坪都没有，所以东家就想在建房之前先把四周全部砌一条挡土墙上来，这样的话房屋地基的前面就宽阔一点，方便堆放材料。按照东家放的飞线，我们首先就在这里挖一条挡土墙地基。这才刚干活，东家的儿子就给我送了一个早餐过来。嘿嘿，在农村干活就是好，每天那些请我干活的东家都对我招待得非常好。虽然东家一直在旁边跟我说要我不要急，慢一点吃，但是我还是不想耽误东家太多的时间，迅速把这碗粉吃完之后又开始干活。还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，我就把这个挡土墙地基挖出来了。我看这个挡土墙至少要100多方石头，如果是我包下来的话，那可能会多挣一点。然后我就跟东家说，要他按照现在的行情价150一方包给我。东家也很乐意包给我，但是他有一个条件，那就是这些砌挡土墙的工人是由他喊过来，因为这条挡土墙有4-5米高，交给别人的话他有点不放心，所以要自己叫人过来。东家有这种顾虑我也能理解，毕竟建一条这么大的挡土墙要花费好几万，喊自己的熟人来做事肯定放心一点。但是等我看到东家叫过来的4个师傅，我就有点后悔了。4个人中最年轻的都有50多岁了，而年纪最大的有70多了，平均年龄有60多岁，这个能干活吗？结果就真如我猜的那样，他们真的不干活。除了拌砂浆的那里有一个负责浇水接水泥带的，其他3个人就一直在下面指挥我。这个呢就在下面喊陈师傅挖个石头下来，那个呢就在喊陈师傅挖点砂浆下来。我说下面这3位大爷，你们就不能截几个小石头把这些放铁起来吗？要不去搭一点点砂浆下来也好啊。我挖个石头在这里，他们3个人一直在旁边指挥我。这个石头我这样放着也不行，那样放着也不行，把石头转过来转过去，转了好几圈，把我的心态都搞崩了。最后我心一横，算了，不转了啊，我就放在这里。如果你们谁觉得没有放好的话，你们自己去扒。我在弄石头的时候，上面这个师傅呢也一直在那里玩，他也不知道撒点砂浆放到挡土墙上面。那这里我就不挖了，让他插进去算了。现在的情况就是下面3个人不上来，上面的1个人就不下去。既然他们都这么偷懒，那我石头也不挖了，就让他们自己扒到斗里面，多少也要他们干点活。快1天过去了，总算是把这一条沟放满了石头。接下来就是在这些石头上面盖一层水泥砂浆，然后再挖一些石头下去。因为上午的时候我挖了1个小时的地基，我本以为他们会给我多盖1个小时，可没想到他们到点就下班了，只留了1个人在这里。师傅，明天要多盖一点啊，请你们4个人，今天我工资都没有挣回来啊，一台挖机至少要砌20方才能够保证我不亏本啊，师傅啊，明天至少要砌20方啊，要得吧？有没有信心？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哦，有，好，要得啊。我觉得今天这个活就全是我1个人做的，他们4个人都是多余的。你们看这个牛都感觉在笑我一样。当我第2天来上班的时候，他们比我还来得早。我数了一下，结果有7个人。我去，哪里要喊这么多人做事嘛？我问了一下东家，东家说这些叫过来的师傅都是他的叔叔伯伯，反正不是他的邻居就是他的亲戚，年龄呢都在60-70岁之间。唉，我说东家你就不能够叫几个年轻一点的吗？怎么说我也要付280一天的工资给他们，这多多少少也要给我产生一点效益才行啊。7个人全部打堆在一起扒1个石头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他们了。然后我就要他们3个人一组，从2头开始砌，只要1个人在上面负责水泥砂浆就行。到了下午4点多钟，东家把他中秋节的月饼拿出来了，大家就多聚在那里吃月饼，又休息了半个小时。就我1个人继续在这里埋头苦干。等他们休息好了开始干活，我就把挖机停了，然后我就在他们的旁边看他们是怎么干活的，跟随陈师傅的视角，让我们看一下这2个大哥是怎么把这个石头砌好的。因为时间有点长，我把视频快进了5倍。这2个大哥是一个翘左边，一个翘右边。我看上面的这个石头没怎么动，
却把下面砌好的石头又撬出来了。唉，我真的哭笑不得。还有那个拿锤子的大爷，你为什么拿着锤子一直对这个这么大的石头在那里锤？石头没有锤那都算了，你还一直跟他们两个人聊天，你就不能帮帮他们这两个人吗？我真的是看不下去了。一个石头杀个人在这里10多分钟了，好不容易砌好上面的石头，下面的这几个石头又被他们撬出来了，拿大锤锤了几下又没有锤进去，最后还得是我陈师傅出马，我用挖机又帮他们把石头压进去，忙挖那边又忙这边，只要能够用挖机的，他们坚决自己不动手，反正石头要我挖，水泥砂浆也要我送过来，就连这个货车司机都要我帮忙，差不多每一车都要我用挖机帮他挖一下。我刚帮完货车，这3个大哥又在叫我，才砌了几个石头，又把下面的石头撬出来了，我也真的是服了。我还在这里挖水泥砂浆，他们7个人就到点全跑了，黑德东家一个人在这里插到斗里面。既然他们都走了，我一个人在这里坐着也没得意思，所以我也下班了。昨天4个人加一台挖机才砌了15方，今天7个人呢还不到20方，看来明天要东家少叫几个人。一条在别人手里面稳抓的挡土墙，竟然在陈师傅手里包亏了，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陈师傅开挖机只开那挖机。接上一个视频，陈师傅呢包了一个挡土墙，这个挡土墙是我150一方包的，但是请的这些工人呢全是东家的亲戚，平均年龄都在60岁以上，所以就大家应该能够想到，这干活的效率啊应该是没有话说。反正工人呢都是在看着挖机，只要挖机能够做的事，人坚决不会动，不管是挖石头、挖水泥、搅拌混凝土，都是挖机的事。这干了1个星期之后，今天我就学聪明了，我帮他们把石头全部挖着靠墙边上，让他们自己人工在那里慢慢的砌，省得他们一直依赖我。然后我挖的这一边是东家兄弟的门口，他说他也要趁这个机会也要砌一条挡土墙，等于就是和前面这一条挡土墙连起来，围着他的房子绕一圈，这样他就房子的前面也有一个很大的坪了。因为这里以前是一个鱼塘，所以这个地基我给他挖了2.5米宽。挖这么宽呢，有2个原因啊。第一个肯定就是这个脚越宽，墙的质量就越好。第二就是我自己有一点点小心思，那就是越宽呢，我刷的方量就越多，这样就能够多挣一点。而且这种地基根本就不要人工配合，一台挖机就可以搞定，挖1方石头下去就有150，所以我就希望越快越好，嘿嘿。把挖机后面的挡土墙地基全部填满石头之后，这里还有一个7字形拐角，这样挡土墙才能够把房子围起来，所以我们还要到这里挖一条挡土墙地基。这边的土质有一点硬，东家不准我挖2.5米宽，但是我还是给他挖了1.8米宽。忙碌了整整1天的时间，我就是把这个地基全部挖出来了，还把这2.5米宽的基础放满了石头，这才5点23分，还要7分钟才能收工，那些工人就都不想做了。但是还有几斗砂浆没有用完，所以没办法，只能老板娘自己动手了。你们看啊，我今天没有帮他们的忙，他们一样的把石头砌起来了。而我前几天啊，挖机一直在旁边帮他们的忙，也只能砌这么多。下次再也不能用东家的亲戚了。我把石头又给他们在墙边放了一线，然后我也收工了。第2天我7点钟赶到工地上，一个人都没有。然后我就打了个电话问东家，才知道他们说天气预报有雨，所以他们今天就没来。休息了1天之后，今天竟然来了6个人，每天干活的人数都不同，有时呢4个人也是做这么多事，6个人呢也只能做这么多事。这一不小心扔个石头下去，又把一根水管砸断了。我前天在这里挖地基没有把水管挖断，今天呢挖个石头就把水管挖断，又到上面挖个土，把另外一根水管也挖断了。我也是无语了，难道我今天是跟水管有仇吗？不管在哪里干活，只要有水管总会被我挖断。你可以质疑陈师傅干其他事不行，但是挖水管我每次都拿捏得非常准，因为那个修水管的修理工是我的舅舅。嘿嘿嘿嘿。上面这条挡土墙经历了9天，总算是完工了。接下来所有的师傅全部到下面去拉一条挡土墙，这个水泥砂浆呢，我们就到下面搅拌。但是这个水呀，我是跟东家说了很多次了，
你就不能搞一根大一点的水管吗？这么小的水，我搅拌了混凝土8个小时了，还是干的。我天天跟他提意见，他就是不换。反正这个挡土墙已经包给了我，他一点都不心疼。现在挖机也没有什么其他事情做了，就只能一直在旁边配合他们了。先给他们在外面挖一圈大石头，让他们人工在那里把石头扒好，然后再挖一些小石头在里面，最后再盖一层砂浆在下面。今天开工啊，才2个小时，天上就下起了一点点毛毛雨，我都还在这里和东家搅拌混凝土，没想到他们那些工人就全跑了。我去，包工头和东家都还在这里干活，你们就全部收工了。无意中看见东家在地上捡了一个牛腩，然后他洗了一下就拿给了我。这就尴尬了，要是不接他的呢，又怕东家没面子，但是接了呢，我也不敢吃，先放到挖机上面。就下了这么一点点雨，他们人工都不干活，收工回家了，所以我也没办法，只能把挖机停了，然后也收工回家了。第二天一来，今天又来了5个人，这水管呢，还是这根水管，这么小的水，我真的搅拌砂浆的心情都没了。才刚开工不久，他们就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，那就是昨天他们只做了2个小时，下雨就收工回家了。然后我就跟他们说，只算2个小时给他们，但是这些工人他们就一定要我记8天工。最后东家出面了，也没有谈好，他们就收拾东西说不做了，然后我也不做了，我带着剩下的2包水泥帮东家放回原处，然后就把挖机装上拖车到其他地方干活去了。就这样停了几天之后，后来东家等不了了，他说那8天的工资就算他的，但是如果我再去做呢也尴尬，所以后面的事情我就叫我表弟去做了。这就是陈师傅刚好花了8个月砌好的挡土墙。算了一下账之后，东家也知道我亏了，所以石头外面的这些缝就不要我填了，这些缝就由东家自己请人做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回见。